女生如果意识到这两个心理卡点，她才会真正意义上的变强。第一个心理是前任补偿机制。女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，她跟男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，比如说一个女生，她本质是慕强的，她就喜欢这种事业型的男生，她自己内心是喜欢和欣赏这种事业型的男生的。跟事业型的男生在一起，没有得到陪伴，没有得到很多的关心和情绪价值，那么她就一定会去找一个对自己非常非常好的男生，即使她一开始不喜欢这个男生，对这个男生没有感觉，她都会想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，来补偿自己前任没有给到我的东西。但这一段关系就会进入到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态，就是女生会站在第三视角来俯视这个男生。我之所以爱你，就是因为你对我好，就是因为你关心我，所以一旦这个男生有一点点疏忽，有一点点落差，那他就会开始质问，开始强势。但是站在这个男生的视角，他关心你嘘寒问暖，无微不至，只是追求你的一种方式，但并不代表他可以一直愿意被你俯视。时间久了，他感受不到这种回流，他感受不到这种平权的时候，他自然而然就会开始想跑，他自然而然就会感觉到累。那女生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，就会开始形成强烈的自我怀疑，就总觉得自己是不值得被爱的，觉得男生没有一个好东西，深陷这种自我怀疑当中，焦虑内耗。所以一个女生她真正意义上想要在一段感情当中成长变强，叫不改标准。因为你慕强，你喜欢一个事业型的男生，这是你自己基因的一种选择，你会产生这种生理反应化学反应，你是喜欢这种类型的。你真正要做的是，我不会去降低我的标准，去打破我的标准，而是我要去补差。我跟这种事业型的男生在一起，要怎么样学会去独处，要怎么样去学会给自己去创造一部分的情绪价值，去提升自己的生命状态。那这一部分就是在这段关系当中你倒逼自己成长的一个点。第二个心理卡点是自我催眠。你会发现在感情当中很容易焦虑、痛苦、抑郁的女生都有一个共性，没有主见。焦虑、痛苦、抑郁，它的本质是我不是做自己，我做不出选择，我做不出决策，我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个决策都是被别人推着走的。很多女孩其实在感情当中，她是意识得到这个男生我不喜欢，这个男生对我不好，但她为什么抽离不了？这里面就会有一种自我催眠。这种自我催眠不是她去寻找这个男生爱她的证据，而是她要去寻找她爱这个男生的证据。即使这个男生伤害了我，但是她会不断的去联想，去寻找我为这个男生做过什么，我为这个男生付出过什么，我曾经有多么爱这个男生，来说服自己我要继续喜欢他。这个行为背后的心理是，我要通过我做的选择是正确的，来证明我是可以有独立决策、独立选择的能力的。他的不甘心就是源自于我不想承认我错了，我不愿意去面对我自己的内心，我要去自我催眠，我要自我欺骗。所以一个女生她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独立，就是能不能独立的去做出决策。你只有不断的去训练这个能力，她可以小到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任何有选项的事情，你都是需要1次、2次、3次，就凭自己的直觉感受去做出自己的决策，去承担这个决策背后的风险或者好的结果。这样的次数有个3、4次、4、5次，你就会发现它的主体性会变得越来越强。他在情绪上的焦虑、抑郁、内耗就会逐渐的减弱，因为他能够真实的去遵循自己的本心去做自己。